他不值得你等他那么久。我这是等吗？我这是在修行。僧人在寺庙里修，我在歹楼里修。你爸爸是来渡我的那个人。阿姨，对不起。你是替他来道歉的吗？我不需要。我只想知道这件事情，是你爸爸跟你说的吗？他连跟我承认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来给你拴线，这是我们傣族的传统。祝福你跟玉波。醒醒！醒醒！你干嘛呢？昨天晚上挨喊不是把你背到包间里头去睡了吗？你这一晚上在我店里是怎么瞎折腾的呀？哎，你先醒醒酒啊！米罗，早啊！哎，这个，怎么就你自己呀？你那些小伙子呢？别提了，我昨晚通知他们早半个钟头来，我一猜就没一个早的。都是靠不住的，还得靠自己呀。我来吧。你看，还有比我更早的呢。为了给我干活啊，这一晚上没舍得走。我看呐，是舍不得你吧？我要是有这么舍不得我的男人啊，就好了。天生一个女汉子，没救了。哎，我看呐，这小伙子不错，救得了你。失恋了，醉了一晚上呢。谁那么没眼光啊？这么帅的小伙子，这要是我年轻20岁啊，我肯定跟他好。你们要是再叽叽喳喳，就自己搬啊！好，你接着干，接着干。哎呀，都出血了！哎呀，米罗呀，你说你呀，整天跑来跑去，忙来忙去的，你还穿个高跟鞋，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这可是我的2个充电宝，踩上就来电。要是哪天不穿了，那我肯定啊自动关机。我要是有个弟弟呀，一定让他娶你。你是要把谁都变成你家亲戚？我可没那个福气啊！人家米罗一个人呐，养一大家子呢，还得管弟弟妹妹上学。哎，我女儿啊，要是有你一半能干，我呀，就不用这么累了。想到累就更累，脚上起泡了，贴个创可贴，就赶快去干活，赶紧把它忘掉。等泡消掉了，钱赚进口袋里了，你就不觉得累了？哎龙，我说你呢，听不听得懂啊？
听不懂，我酒还没醒呢。辛苦了。行，那我到其他家送去了啊。好嘞。哎，米罗啊，把握好啊，机会难得。哎呦，你可别瞎说。走了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刚刚我们跳舞的时候，那些汉族男人啊，眼睛都直了。人家是在看一单，不要表错情了。哎，你们还真有闲心啊！跳舞的时候开小差。一丹可是名花有主，他们可不要瞎惦记。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布鲁飘啊！拜托，你们要说也要说个像样点的男人好不好？哎，我听说布鲁飘在追一南海。谁？他追谁也跟我没关系啊！你们以后不要再乱说我们的事情了。原来布鲁飘这么花心，他老看你，会不会也喜欢你啊？喜欢你吧？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心里烦，在这听杜比念经呢。那我也听听。哎呀，还是觉得烦嘛。我有我烦啊！我烦跟你烦不一样，我比你更烦。我烦是自找的，你烦呀是别人给你找的。要我说，你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发呆，更不应该每天把自己喝得乱七八糟的。那我怎么办？你让我去再把徐浩宁打一顿。打他有什么用啊？玉波只会更伤心，只会更心疼。要我说，那天你就应该让徐浩宁给打了。我就不相信玉波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让徐浩宁把我给打了，还鼻青脸肿，这现实吗？你还让我去死好了。哎呦，哥呀，你还真是块笨木头啊！玉波喜欢的不是拳头。你要是还想把他从徐浩宁的手里追回来，你就要想点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跑过去说爱他呀！我说的还少吗？我1000遍10000遍，你还是要说。哥啊，女人有时候呢就会开小差，会犹豫，有时候呢也是借此想去再试探一下这个男人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动摇啊？你要更加坚定地告诉他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会一直爱着你的。如果是他现在跑过来这么跟我说的话，那我一定答应做他的女朋友。但现在他没有过来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你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就说嘛，我比你烦。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对不起，有件事情我没有第一个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这么严肃啊？让你姨妈等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，你恨不恨他？当然恨。说好要回来的，
不算数，一走就一点音讯都没有。好歹写封信回来也行啊。就这么完全消失了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我有时候也在想，说不定真是死了。他现在好好的活在上海，他在上海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儿子就是我。他明明知道你姨妈在这里等他，却让他一等再等。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希望我留在板南，但他却不敢告诉我，找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搪塞我。那我姨妈知道吗？我告诉她了，但从姨妈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知道了。我姨妈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？应该是怕影响我们两个吧。但我爸说不出口，完全是因为他对不起你姨妈。浩宁，你别离开我好吗？我还怕你不要我呢。我突然觉得好害怕。我姨妈和你爸爸那个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相爱的，可是他们一分开就是30多年，再也没有见过。我绝对不离开你。这辈子只能是你拽我，你不要我，我就是死缠烂打，我也会追你追到底。哎呀，浩宁啊，你早说约我锻炼身体，我就不穿皮鞋了。尚哥，万长村的专案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做吧。考虑清楚了，老爷子会生气的。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合作。你这是打算先斩后奏了？那怎么跟老爷子交代呢？反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，事情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全部推给我，你只管全力的跟我一起投入这个项目，我们把万长村变成旅游村寨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起努力。远达，老梁的电话。哎，上午家里有事儿，我就不进公司了，有急事嘛。签约了，我没同意，我怎么会同意呢？好，就这样。什么事情啊？你儿子自以为翅膀硬了，私自和张泽尚把约都签了，还把施工单位的预付款都付了。这孩子真是昏了头了。那你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幸好他公司账户上就这些资金，要不我还真的镇不住他了。我订了明天回上海的机票。我怕你们当面会吵起来，要不你先打个电话给你爸。不行，这件事太大了，
我必须当面告诉他。要杀要剐，全看他了。如果我不这么逼他的话，这件事情定不了。我的存款里面只剩3000多万，所以我故意先付了预付款，逼他没退路。他总不可能看着这些钱打水漂吧？他现在肯定气坏了，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大。是啊，从小在我爸的眼皮子底下长大，虽然捅过几个篓子，但我也不太敢违背他。从小我就怕他，不管我妈怎么念叨，怎么吓唬都没用。他一个眼神我就怂了。15岁那年，他当着几个朋友的面前骂我，把我骂得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是。但也奇了怪了，我居然对他恨不起来。可能是我太崇拜他了吧。白手起家，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在他面前是一无是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不应该这么骂你。他对别人严格，他对自己更严格。可是我真的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对你姨妈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其实这次我回上海，我是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明白。我也想弄明白，他走了之后就完全没有音讯。我姨妈等了他30多年了。这个男人真的让我很好奇，也让我很生气。但最没想到的是，你居然遇到他儿子。哎呀，不要叹气啦！我回去是跟老爷子对决，帮我鼓舞一点士气嘛。啊！上次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酒店里面办公，办公室的桌椅还没有送过来吗？还没有，但打过电话了。人家说咱们的钱还没到账，所以不能发货。我明天就回上海处理，不就是钱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抓紧时间，赶紧弄好啊！好的，那徐导先进去了。喂，尚哥。浩宁，你们家老爷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说马上到版纳了。不是，他给你打电话，他不搭理我，反而给你打电话，这不是故意要灭我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？姨妈，浩宁已经签了合同，要开发我们寨子。那是好事情啊，吞吞吐吐的。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啊？可是他瞒着他爸爸签的，而且还付了好多预付款。啊，那这个是不合适的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为什么不跟他爸爸商量呢？还有，他爸爸也来版纳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开发这件事您早就同意了呢，没想到浩宁都没跟您说。这个小兄弟啊，真是太有个性。唉，很抱歉这事儿啊，把你给牵扯进来了。不过张总是个明白人，强扭的瓜不甜呐，所以这事儿我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。
怎么样去妥善的去把它处理好。毕竟咱们今后合作的项目还多着嘛。徐总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觉得我跟浩宁这个项目是顺风顺水的，因为项目本身您之前也了解过。我以为靠谱的项目加上靠谱的人就万事大吉了呢。可是徐总后来为什么突然反对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我还真不是反对。原本这个项目我是同意的，只是因为这个项目里掺杂了一些私人的问题，短期之内呢，我还没法好好解决。不就是两个年轻人谈谈恋爱吗？徐总，我觉得您对浩宁有偏见，我倒是很欣赏他的真性情。年轻人不就应该这样吗？易燃易爆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爱情。您就算把他绑回到上海，他该爱还得爱，不是？你这话还真说到我担心的点儿上了。这孩子的个性我知道，你看看，连美嘉这样子的姑娘都罩不住他。我是怕他一会儿猫一会儿狗的，害了人家姑娘。他在他自己上海朋友圈里闹腾闹腾也就算了，可这是版纳呀，不行。徐总，没想到您对版纳这份用心这么重，我听了还真是挺感动的。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双方家长见见面。玉波的姨妈还给浩宁治过脚伤呢，您要是有空，我陪您去见见她。不用了，这事儿呢我还没想好，先不去打扰别人，会伤感情。您就放宽心吧，关于玉波这件事儿，您听听我的意见。您呢肯定是怕他们日后生变，可是现在两个孩子正爱得好好的，这个时候拆散那才是伤害呢。知道的能理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嫌弃人家姑娘呢，这才是真的伤了感情啊。真把公司的财务当自己抽屉，想开就开，没经过我同意就随便去签协议书，谁给你的权利啊？这权利不是您给的吗？是您要我回来大张旗鼓成立公司，也是您让我当总经理啊。当总经理又怎么样？你是怎么当的？开发歹债这么大的案子，不经过任何手续，把几千万预付款就随随便便的划出去了。我不划走款，我有别的办法吗？要不是您出尔反尔，我能先斩后奏吗？说要让我创业，结果干不干全凭您高兴。这总经理就是一个虚名，这样的傀儡我不当也罢。是你自己说不当的，我看你也不是这块料。我不是这块料，现在全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您当年在这里做了点亏心事，您自己不敢面对，您何必拐弯抹角费这么大劲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。当年就是您背信忘义、言而无信，您自己签下了感情债，为什么要我跟玉波来买单？您现在连人家外甥女都躲着，您这样对我公平吗？这个总经理就是个虚名，您高兴给谁就给谁吧。给我站住！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，有人说过我背信忘义吗？谁在那胡说八道？是不是玉波？这件事情跟玉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嘞，好嘞，你就不要再在意了。尽管浩宁快30岁了，可他还是个孩子嘛，说话没轻没重的。你要是再生气啊，我去骂他啊！不用，这小子现在最想听的是我亲口跟他这么说。唉，孩子大了，很多事也不用瞒他，终归需要跟他开门见山的好好谈一回。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，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可能理解啦？不管怎么说，
还是欠下了。当时真不知道是为了不负责任，还是为了要去负责任而欠下的，自己现在都说不清了。那你是后悔呢，还是没有后悔啊？算了算了，你不讲，我也就不问了，就当我是港督，什么也不晓得算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我们傣族用来招魂的，有可能是他的亲人，也有可能是他的爱人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迟迟没有回来。我们傣家人就会在窗口摆放这些东西，召唤他们的灵魂，快快回来！我发誓，不会让你这么等我。就算我死了，我的灵魂也会回来。不要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哪怕你永远不会回来。知道吗，小雨？我的魂已经留在这了。过了这座桥，我就是个失魂落魄的人。别说不吉利的话，还要走那么远的路。我要你平平安安。你从这条路走了，一定还要从这条路回来。你一天不回来，我就等你一天，一直等你回来。你已经是我的月儿下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寺庙。哦。感谢佛祖，应了我的祈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给自己一个交代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你不回来，我心都不慌；你要回来了，我心都慌了。我还清楚地记着，你走的那一天，我对你说过的话。你从这条路走，一定要从这条路回来。我天天看着这条路，你一天不回来，我就等你一天，一直等到你回来。现在你终于回来了，
我变的，你可能都认不出我了。杜比说，不要忘记初心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你的承诺。都走吧。飘，今晚一起出去烤肉好不好？喊一丹一起。人家一丹呐，哪有时间陪我们吃烤肉？他呀，要和那个死胖子约会呢。一丹，今晚一起出去吃烤肉好不好？对啊，一起去呗。今天晚上呀，我想想啊，今天晚上应该是有空吧。哎，今晚那死胖子没约你啊？想约我人多了，你别老死胖子的，人家乐意胖，你想胖还胖不起来呢。你俩真行，一见就吵，我还以为你俩能成一对呢。你俩继续吵吧。人家一丹那么漂亮的姑娘呢，看得上我呀，是吧，一丹？哈，听说你看上了金乐山最漂亮的姑娘，怎么样啊？追上没啊？不会又在这吹牛吧？谁吹牛啊？要不今晚我约她出来，你们认识一下。今晚没时间，不打扰你们俩。呀，这么热闹！一丹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布鲁飘，你也来，我请你们俩。今晚没时间。啊，一丹，你别再生我气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还是好姐妹啊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心里话了。你的心里话呀，我早就听不到了。我的心里话，你也顾不上听。一丹。姑娘，我又找不到你了，可以出来陪我喝酒吗？有钱人也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啊？我现在就是一个穷光蛋，跟你一样。跟我一样？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？我花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，你跟我一样。我现在就是那个信用卡刷爆了，钱也不是我自己的。行啊，没喝醉吗？这不是？嗯？兄弟，不要拉拉扯扯。谁是你兄弟？本来就是嘛，我瞎了眼了，认他做兄弟。我们走。玉波，原来你喜欢这种倒霉蛋。徐浩宁，你真会装，打死我都装不出你这个样子，骗女孩子可怜啊！玉波喜欢我，喜欢8辈子，你也弄不明白。不就是钱吗？徐浩宁，你可别把我看扁了。你不要什么都怪有钱没钱。你看不出来我比你优秀，比你懂礼貌，我比你心疼玉波。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他
还爱我，你行吗？是吗？海龙，是吗？于峰，我喜欢你喜欢的连我自己都不要，你也别得到我。你最好，你最帅啊！傣族第1名，7双版纳头1个。走走走，你不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我们出去说。走。他以为我被父亲赶出公司就是什么都不如他。没钱一身轻，我现在可以分得出来，谁是真朋友。别再喝了。你还没有去跟他说，没有我爸你一样喜欢我，你跟他说啊！我大概算了一下，差不多需要不到30万。不到30万？小声点。你口气可真大呀！我是有点钱，可是最近马上要扩大店面了，还不知道够不够呢。行，那我再多跑几家问问，借钱的事不要让玉波知道。他现在也不好受，你就别去找不痛快了啊！我是担心他，有我呢。艾龙，我只能借给你2万，多的真拿不出来。谢谢。玉波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对了，艾龙找你什么事啊？他找我借钱，借30万呢。我哪有这么多闲钱啊？他有那么多钱干嘛？他说想租个茶园，自己当老板。要租个茶园？嗯，有事做也挺好的。这样他就不用天天喝酒了。是啊。那你好好劝劝他吧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嗯。他刚才笑我，你还心疼他？他说我的钱是我爹给的，他的钱是他自己赚的，啊。现在还跟别人借钱啊？你应该要心疼我，他到处借钱，他哪里比我好？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比呢？是不是连你也瞧不起我了？我说我要开发傣寨，结果我做不到。我们不喝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寨子里面所有的人，包括尚哥，还有我上海那帮兄弟，谁不知道我徐浩宁在这里要闹出点动静？我爸一句话 ，game over， 全部完蛋。现在连他都笑我。海龙不会真这么想，他就是这么想。我要没钱了，我还真不如他。他会种茶，会炒茶，会种地。我徐浩宁离开这个家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浩宁，你不要这么说自己。你就算一无所有，你还是徐浩宁。没钱的徐浩宁算什么？我妈早就给我下定义了。她说：“你以为那些狐朋狗友前呼后拥，是因为你人品好？你要是一无所有，谁把你当个人物？
没有钱，你就不是你了。事实就是如此。你没有钱，你就是个屁！你到底要多少钱，你才能安心啊？我们傣族人有傣楼住，有自己的田，能吃饱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在我心里，只要我们两个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就好。可是你现在只在意钱，难道你当初留下来不是为了我吗？我当然是为了你，我也想证明我自己，但我爸不准。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你帮我好不好？不要再给我补刀了。我要怎么帮你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会让我很难过。如果我像哀楼那么普通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